家楼、杨坚，徐大哥，是有何变故吗？为何敢在此地见面？没事，你放心，是因为此处比较偏僻，较为安全。再来，城外离随国公府太远了，担心来去耗费太多时间，让人起疑，所以有劳你跑一趟。你考虑周详，那我们日后就都约在此处。嗯，我们既然认准了这条路，就要齐心协力地走下去，不管有多难，我相信，总会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。你们如此有信心甚好，但凡事都需适度，不必过于用力。你是指我们拉拢朝臣之事？我们确实一直在做，但成效不大。宇文护老奸巨猾，杨家的行动还是循序渐进为好，否则会引来他的反击。机会总会有的。薛大哥，你今日来一定带来了什么重要消息吧？北国王子阿什纳殿爵欲来大周借兵，他想联合大周攻打齐国。我想趁此机会与北国人合作兵器生意，如此一来可充盈我们的资金，以便召集更多的人手做事。还有一件事，是关于你大哥的。我大哥怎么了？他安好，而且事情已取得进展。之前我们发现宇文护有一处隐秘的冶金铸造工坊，守卫森严，很有可能是其核心所在。如能查获，我们便有足够的人证物证，来揭露宇文护及其同党的罪行。现在你大哥已乔装混入，下一步便是要取得宇文护手下2个管事监赏的信任。快点，快点，起来点，快起来！快点，往那边啊！都快点啊！快点啊！这个放那边去。快点，快点，别偷懒。快点！大冢宰到。大冢宰，天王匆匆召我进宫，有何要事？这是北国的来信，北国王子阿史那殿爵欲向大周借兵攻打齐国。大冢宰，请过目。天王以为如何？朕以为我大周刚与齐国打完一场硬仗，人困马乏，需休养生息。休养生息？天王难道不清楚我大周与北国的强弱局势吗？北国强于我们太多，他要我们打齐国，若我们不打，将来他们打的就是我们。当初大周与北国联姻，我便知道会有这么一天。大冢宰的意思是，此仗非打不可。还有别的选择吗？这场仗，想不打都得打。总有一日，我大周会强大到，让他北国不敢如此轻易对待我们。那大冢宰认为，这次派谁出征比较合适？这个就用不着天王操心了，我自有安排。我听说最近天王频频在临直馆与众公卿学士一起研习啊。想必大冢宰也是知道的。朕自小便喜读书写文，朕与学士在临直馆校勘经史，只是兴趣所致。大冢宰若不喜欢，朕不做便是了。你是天王，你愿意做什么，便做什么。朕能力不足，
能做的太少，还需仰仗大冢宰。曲调倒是有模有样，不过却少了我北国乐曲特有的气韵。鲁国公夫人，请坐。你找我来，不会只是想让我听你弹奏乐曲吧？这次请鲁国公夫人前来，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确切地说，是想与你共谋一事。我与你能有何事可谋？共除宇文护。你疯了！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难道你之前还未吃够苦、受够罪？多少人受你牵累，你还嫌不够？再说是你要报仇，与我何干？若这件事情跟鲁国公有关呢？若是还跟大周、北国还有天王有关呢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与他们有何关系？我听说令弟、北国王子正在前往大周借兵的路上。若他能要求宇文护出征，那么宇文护一旦离开长安，对每个人都有好处。调虎离山。若是宇文护一旦出征，少则几个月，多则1年半载都有可能。届时，天王便能趁机培养势力，夺回王权。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对大周、对百姓皆有好处。更何况你的夫君能有更多的机会施展拳脚。这宇文护虽然心狠手辣，可论打仗却算不得好。他若配合北国出征，这若是拖累了北国，若是宇文护被要求出征，以他的性格，定会带上最好的精兵良将，因为他一旦输了，不仅自己没有颜面，还会被北国问责，所以他定会竭尽所能地打赢这场仗。我曾听父亲说过，北国可汗一直反感宇文护在两国来往中表现出的强势。若是天王掌权，必定会采取较为柔和之策，这对两国都有好处。可此事事关重大，我虽是殿爵的姐姐，也未必有把握说服他，所以不能直说。该做的都写在上面了，何去何从，尽托于你。我尚未答应你，你莫对我抱有太大希望。客官里边请啊！嘿嘿嘿嘿嘿，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小二，客人来了，招呼着。嘿嘿嘿。姐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姐姐知你要来大周，迫不及待来见你，便前来迎接。姐姐，你对我还是这么好。自从姐姐嫁入周国，我便时常想念姐姐。你在信中常说自己过得很好，但我没有亲眼见到，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。那你现在亲眼看到了，踏实了吧？姐姐更美了，我放心了。对了，父王他还好吗？父王身体虽大不如前，但雄心壮志还在，一心想扩大北国的疆土。你也知道，这是父王多年来的心愿。莫非你此次前来也是为此？啊，你不必回答了，我知道，
我现在也是大周之人，我可以理解。姐姐，你是我亲姐姐，我有什么不能与你说的？再说你很快就知道了。父王此番派我来，便是要连州攻齐。齐国仗着近年来国力强盛，便常常与我们发生冲突。父王认为，若再听之任之，便是长敌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故而想给他们个教训。这样一来，即便一时灭不了他，也能让齐国元气大伤。原来如此，父王有大志。你们此番出征，我也帮不上什么忙，我有为你们祈福。哎，这大周的妙善庵十分灵验，我带你去拜一拜吧。你不是一向信佛吗？好。天王驾到，北国王子到，参见天王。众卿免礼，赐座。大冢宰，您请上座。哼，什么身份便要坐什么位置？这臣子若坐在君王的位置上，岂不是君臣不分了？是。大冢宰为我朝宵衣干食，劳苦功高，理应上座。大冢宰，请。我劝公子定要与最强大、最有权力的人合作，才能功成归来。有道是，山高云雾漫，只有拨开云雾，方能见红日。公子，可要睁大眼睛，好好看清楚啊！这个国家最有权力、最强大之人，不就是连天王都要礼让3分的大冢宰吗？天王果然是知礼仪、明事理的好君王，所以才有诸多忠臣良将跟随于您。想来此番我来周国的目的，诸位都已了然，所以我想知道，今日在座的哪位大将将与我一同发起？天王心中是否已有定夺呢？大冢宰，您觉得呢？臣以为杨将军乃最合适的人选。可我听说杨将军手中的精兵都已经交给了大冢宰，如何与我一同伐齐？那王子认为谁是最适合的人选？你。我？正是大冢宰。大冢宰手中兵多将广，曾经也是战功赫赫。正如天王所说，大冢宰勤于政事，以大局为重。所以我相信，大冢宰与我一同伐齐，定会竭尽全力打赢这场仗，为你周国赢得胜利。可是，这大冢宰不会是不愿意帮我北国这个忙吧？我父王说了，这一仗只许胜，不许败。若是你们周国没有诚意，随便派个人与我出征，打了败仗，那我北国先前与周国约定的10年内互不侵犯的承诺，这诚意怕是要减半了吧？这是威胁呀！看来大冢宰要是不答应，殿爵不会罢休啊。听殿爵这话，若是别人打了败仗，以后便有理由进犯我国了，真是无耻。哼，那恐怕这笔账要算到大冢宰的头上了。既然王子已经开口，那我岂有不愿之理？好，大冢宰果然是爽快人，那就有劳大冢宰了。来，期待二位凯旋。来，
我敬大冢宰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母后，今日师父夸我的剑术又有了长进，可惜你不在了，我剑术再好也没法保护你了。而且，他们说，那个奸人宇文护要父王甄选新后，父王也是迫不得已。母后，你莫要怪父王。待那个新后住进来，这里便不再属于母后了。儿臣也不能再来此处与您说话了。母后，参见太子。姨母免礼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你也是因思念母后而来。我找天王商议事情，刚好路过这里。太子，你常常来此处与王后说话吗？太子，以我对王后的了解，她若在天有灵，定不希望你如此。为何？太子也知道，宇文护要天王甄选新后。听说，那宇文护的外甥女也会来参选。以你之见，这王后谁会当选呢？定是那宇文护的外甥女啊。若是你天天来思念你的母后，被宇文护的外甥女知道了，她定会不高兴的。她若是对宇文护说些什么，那你和你父王的处境就会危险了。那我该怎么做呢？或许你该学学你父王，以退为进。没错，伽罗说的对。参见天王。参见父王。你立的大功，免礼吧。大功。天王是说，这事成了？依你所言，朕在国宴上处处捧高宇文护，殿绝王子很快看出宇文护的地位，主动要求他出征。宇文护迫于压力，只好答应。伽罗，真是多谢你，朕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。回天王，其实伽罗并没有做什么事情，真正成就这件事情的，是天王你呢。不必谦虚了。来，这块令牌赐给你，见令牌如见朕。日后你若有事，可随时进宫，朕必定全力相助。伽罗，当初没能保护好独孤家和你姐姐，是朕之过。朕向你保证，从今往后，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天王，如今是新的局面，一切是新的开始，天王不必再为往事神伤。这块令牌，便是朕行使王权的开始。朕要你替你姐姐看着，朕如何夺回王权，做一个真正的天王，成为你们的后盾。伽罗，今日宇文护答应出征，你立了大功了。此事还要多谢你的夫人，是她说服了颠厥王子，若没有她的倾力相助，此事断不会成功的。你找过他？其实他是个识大体的聪慧之人，我只不过晓之以理，只说若是将宇文护调离长安，将利大于弊，他立刻就明白了。其实我觉得在他心里，他已经完全将自己视为大周之人，所以才会全力的帮助天王，也是为你考虑。你不用总是把功劳推到别人的身上，我知道出主意的是你。我只是希望你看到他的好。伽罗，无论如何，我总是希望你能过得好。谢谢你，我一切都好。我要回府了，
你也早点回去吧。请。那就真没别的办法了。哎呀，可这圣意难违呀！不要去，不要去，去了，回不来，回不来。父亲，若父亲真不想出征，干脆就装病不去吧。糊涂！你以为旁人都是瞎子呀？若装病之事被北国知晓，到时候就是北国联合齐国一起攻打我大周，你想让我成为千古罪人吗？再说一统天下，不单是太祖的心愿，也是我的心愿。如今北国势力正盛，借北国之手灭掉他国，不是正好消减了我大周的隐患吗？至于我们和北国的恩怨，总有一日要和他们清算。父亲说的是。现在还是好好想想，我离开长安后，你们如何看住天王吧。大冢宰，云禅姑娘到了。云禅，姨父好。你是结巴？不，我不是，我一紧张，便会结巴。你怕我吗？别紧张。我不紧张。如此岂能成为一国之后啊？哎呀，真是可惜了这副花容月貌啊！父亲，除了表妹之外，天王爷不敢选别的女人当王后吧？是啊，大冢宰，若只是因为紧张才会口吃，倒也无妨，多加练习便可。那也不能让人诟病啊！立刻通知大宗伯，在我出征之前，必须选出新后。啊不，让云禅当上新后。是，我即刻去办。云禅，你不必紧张，你是我的外甥女，在大周，所有人都会敬你怕你，没有人比你更有资格做王后。进宫受训不过是走个形式，你只需好好学，不要给姨父丢了体面便好。是。家龙，我在更衣啊。你害羞什么呀？没有，
你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做成这么大的事，为何不告诉我？他果真还是跟你说了。我是听到王兄和伽罗说话，他还说要多谢你呢。是他出的主意，我只不过是照做而已。他倒是会说话，还很会做人。你不必多疑，他确实说是你的功劳。我可不敢当。他来找我的时候，我也很是惊讶，一个女人竟谋划如此大事，将大冢仔都玩弄于股掌之上，我也不得不佩服他。他说你心向大周，深明大义，你们两个女人呢，还真是惺惺相惜啊。阿用，其实我是为了你。我已在大周安家，这个家是你和晕儿的，我对晕儿视如己出。可是如果我能为你生一个我们俩的孩子，自然最好。今天去妙善庵，弟弟他也有心为我求子，我知道这一切也都要顺其自然。阿勇，你是你，他是他，从此再无可能。深情不及久伴。我知道，或许我不及他聪明，可是我对你的心意无人能及。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，天塌地陷也都无惧。我倾心对你，也希望你也能温柔待我。我知道你的好，但你不是我想要的他。情爱里无智者，有些事情可以习惯，而有些人永远也放不下。人最难骗的，莫过于自己的心。把箱子打开吧。啊，来，来，这边放这儿。这边请。二夫人，二夫人好。大哥大嫂，大公子，大夫人。各位先生好。过几日天气或会转凉，大郎特地为各位添置了些衣物，以备所需。大公子、大夫人体贴周全，天未凉，已已到。诸位都是我杨家的客卿，理应好好照顾大家。我张健说句由衷之言，这长安城的豪门富户，就杨家对我们这些门客最好，尤其是大夫人，待我们如同亲人一般。是。诸位离家在外，必定常思念家人。若诸位能够把我们当作家人，那也是我们的福气，请不要客气。是啊，大家别光顾着说话了，快请那边领衣物吧。来，这边请，这边请，来，过来。谢谢二夫人，谢谢，多谢，谢谢，谢谢，给。蓉儿，这位是前几日新来的客卿陆作谦。陆先生文采斐然，才情出众。原来是陆先生，有礼了。二位夫人不必客气，能为随国公效力，是在下的荣幸。我这个真妙，真的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找我的，蓉，我好想你啊。你为何会来杨府？
你到底想做些什么？蓉儿，我只是太想你了，我想见你却苦无机会，我只能用此办法混进来。可是我已与杨整成亲了，我如今是杨家的儿媳，你不要再做纠缠了。可你真的爱他吗？自古婚姻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更讲求门当户对。左迁，你就当是我辜负了你，趁无人察觉，你赶快离开吧，好不好？赶快走，赶快走！我不走，我不走。蓉儿，我知道这不是你心里话，你相知相爱的人是我，你还爱我，对不对？年少轻狂，哪懂什么是爱？左迁，如今我只想做个贤妻良母，女人名声最要紧。让我留下吧，至少我们可以时常见到。我保证，我不会让任何人知晓我们的关系。夫不贤，则无以育妇；妇不贤，则无以事夫。夫不育妇，则危仪废缺；妇不事夫，则义理堕缺。各位都说说，所言何解呀？你来说。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，女子应该听丈夫的话，不能不听话。此话之意为，丈夫若是没有贤德，则无法驾驭妻子；妻子若是不贤惠，则无法侍奉丈夫。你们可都记下啦？嗯。原来是个结巴，最简单的话也一窍不通，乡下来的吧？貌美又如何？你瞧她那身衣裳，怪模怪样的。就是，小声点，小声点，人家可是大冢仔的外甥女。哎，对了，姨母，前几日别人送我一把好剑，曾听母后说过，姨母以前也喜欢舞剑，待会儿我带你去看看。好啊，姨母自从出嫁之后便再未使过剑了。嗯，待会儿让我过过瘾。好。姑娘，为何在此哭泣？我难过，我想家，想父母，便忍不住哭了。你难过什么呀？谁欺负你了？我帮你去教训他。不，没有人欺负我，只是我自己太笨，什么都做不好。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。每个人都不应该自卑于自己的短处，应该多看到自己的长处才是。哎，看你身上这件衣裳，纹饰很特别，甚是好看。这说明你眼光独特，是别人所不及的。真的吗？嗯。这身衣裳是我在家中自己做的，这布是我自己染的，花也是我自己绣的。旁人都说奇怪，只有你说好看。若是我还能在家中每天做衣裳，那该多好！现在却要进宫竞选王后之位，我一点也不喜欢，可又不得不听姨父的话。你姨父是谁啊？大冢仔。
冢宰？那你放心，你肯定当不上王后。真的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宇文护的人，我父王绝对不会选你。太子的意思是，你若不想当王后，没有人能勉强你。太子，你该念书了，走吧。嗯。徐大哥，我们已经设计让宇文护离开长安，你那边如何了？如今兵器生意已取得进展，我们的人手也在不断扩大。待宇文护一走，我便着手部署大家赶往全国各州郡，去调查宇文护党羽的贪腐及其他罪证，先将他的党羽一个个铲除。宇文护再树大根深，若是没了党羽爪牙，也终有被瓦解的那一日。现如今还有个问题，以我对宇文护的了解，即便他人在战场上，也仍然会随时盯着朝中，继续控制长安。当务之急，需尽快找到可信之人，随其发起，监视其动静。若有任何变故，立刻回报给我们，我们才好及时应对。可是哪里去找这个信得过的人呢？夏洛，我可以啊。我以士兵的身份隐藏在千军万马之中，很难被发现。即使被发觉了，我相信我也有办法与他们周旋。可是我觉得不妥。夏洛，没什么不妥的。您可还记得我曾与你说过，之前我跟智仙师太四处云游，见到过不少百姓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他们是那般无助，那般绝望，不只是因为天灾，更是人祸。在很早的时候，我便告诉我自己，若有机会帮助他们，我定会鼎力相助。如今这个机会就摆在我面前，我想我必须要这么做。你有如此大志，我定会支持。但有个人，他未必能答应。胡闹！你们呐，谋划这么大的事情，为何不事先告知我？万一出了纰漏，让那宇文护知道了，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啊？还有你，竟然想着要跟那宇文护出征，还要监视他。届时被他发现你在他的军中做一个小小的兵士，他不怀疑你的动机才怪呢。要知道，那可是战场，刀剑无眼，凶险万分。你想打探他的消息实属不易，可是他要加害于你，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。父亲，所以我已经过深思熟虑，我也有我的想法，我也有我的志向啊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我是不会让你出征的。这盘棋太大了，你们必须好好的想清楚，不要做下棋的人不成，反倒成了别人的棋子。都回去歇息吧。父亲，我去看看他。去吧。父亲从小就教导我，要忠君爱国，为百姓谋福祉。可为何他儿子选择从军的时候，他却要反对呢？因为，他不仅是大周的随国公，更是你的父亲啊。作为父亲，最关心的便是子女的安危。他自己可以去尽忠报国，但是，若要他以子女的性命作为代价去救国救民，即便是圣人，也会犹豫的。那你为何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支持我呢？因为我是你的妻子，我可以跟你同生共死。记得吗？你跟我说过，不能同生，唯愿共死，忠贞不渝，永不变心。夫君如此，为妻一世，请夫君喝了这杯合卺酒。
装，天涯路对峙是荒凉。就对歌墨对香，你对我只对狂。淡蓝山夜透亮，碧纱窗。人世间的恩怨，从天心上熬旧人呀，会经历泪滚烫，落花无着破天浪。小龙，要说温柔，越昂几回长。年年火不分，人人自焚。岁岁情意不关人，人自困。日出月落，起伏皆论，对你无解。祝你眉眼，踏冰风雪，问大雨滂沱的昨天。思念蜿蜒，幻化成劫，时光悄悄走笔飞烟。要不是几经寂寞。